主跨在预制厂时就出现了裂缝，似乎意味着主跨承载能力先天就存在不足。11号横架在主跨重量下会产生轴向力，在节点处的轴向力可分解为2个力，一个是竖直夹紧力，它会在施工缝处形成一个阻碍横架滑动的阻力，另一个是水平剪切力，它使横架沿施工缝向外推出，令结构破坏。经过计算，该点剪切力的实际值为1835 kips， 远大于设计方给出的设计剪切值978 kips。 为什么设计方会出现如此重大的失误？设计方将桥梁设计为两端铰接，中部固接的2跨连续梁，由11号横架分解出来的水平剪切力会被后跨吸收和抵抗。但是由于主跨先于后跨和桥塔施工，在实际情况中它却是单跨的剪支梁模型。在节点处没有了后跨对水平剪切力的抵抗，其受到的剪切力从一开始就要大于混凝土的抗剪能力。我们再次还原一下事情经过。主跨在预制厂拆掉支模后，11号横架和2号横架由于桥梁自重产生轴力，并分解出水平剪力和垂直夹紧力。垂直夹紧力在施工缝处产生阻力。正常情况下，混凝土的固有抗剪能力加阻力是大于自重产生的剪力的。然而节点处施工缝的错误处理和验算失误，使得在施工阶段固有抗剪能力加阻力接近自重产生的剪力。混凝土开始出现轻微的裂缝。随后主跨转移到运粮车上，准备运输到现场。此时主跨的重量由运粮车支撑，横架由自重产生的剪力很小，而施加的运应力又用于抵抗两端悬臂所产生的弯矩，所以裂缝没有进一步扩大。主跨安装上桥墩后，运应力消除，自重产生的剪力再次大于固有抗剪能力加阻力。反复作用下，裂缝开始持续扩大。裂缝的扩大又导致混凝土的固有抗剪能力持续减小，此消彼长，达到一个破坏的危险零件状态。设计方发现裂缝扩张后，错误地指示对11号横架重新施加运应力。然而此时失去运粮车的支撑，桥梁已经是一个单跨的剪支梁模型，重新施加的运应力只会导致剪力飙升，而且主跨局部已经发生严重破坏，施工缝处的抗剪能力大大降低，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就这样被加上了，横架被连根破坏。设计方的疏忽和自大是这场悲剧发生的主要原因。施工方虽有部分处理欠妥，但并不是主要原因，不该为此事背锅。事故本有可能在多个节点被妥当处理而避免发生，但它还是确确实实发生了。土木工程并不是什么高深的学问，它只是人类基于实践经验的累积和总结。所以保持谦逊是永不过时的基调。